昨天我在一个老太太那里2000块钱收过来一个带笼的银元。哦，我这上网一查，价格高的不得了啊，哥。你还真别说，你这个确实是一块带笼的银元，这个是袁世凯帝王装一照币，如果对的话，价值确实不可小觑。哥们儿，你是干啥嘞？我提的就是收破烂嘞。哦，我这用手一夹，使劲用，吹一口气，仔细一听，白麦都是银的。哦，所以才给他收过来。哎呀，你这个银元啊，确实是银的。你看这外边形成的都有包浆了。通过银色看的话，并不是太老。一般这种一照币啊，大多数都是民国那时候的产物，在我们个人家里边啊，极其罕见。如果真是家传的话，别人怎么那么便宜卖给你嘞？刚开始他要了可不便宜。哦，我这伶牙俐齿的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哦，几个回合下来就得把夸晕了。那是嘞，你这嘴皮子确实挺溜的。好在你买的时间不长，昨天到今天还不到24小时，你这抓紧时间，还给他还回去吧。这老板咋这样呢？这银元好不容易给你拿过来了，在城中八路上买的。你现在让我找谁去？哦，我完全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了。你想想，你买的这个银元啊，都没在家里边交易，在半道上买的话，这事儿很有蹊跷啊。你说卖东西谁会在半道上卖嘞？还有就是你这一个收破烂呢，你对银元它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啊。仅凭你吹响听音儿，只能判断这个银元是银子，并不能说明啊它就是过去的老货呀。你说这话多少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。没有，我并不生气。我在网上已经问过专家了。他们说一致认为是真币。价值大概在50万左右。这个东西实物都没看到，价值多少钱都给你估出了个差不多，这只能说太不靠谱了。你可能对网上高价估价陷阱不了解，他们这帮人啊，就借助你什么都不懂，以高价的形式啊，趁机来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。就拿你这个银元来说啊，2000的成本价，我说实话，他能忽悠你好几千的鉴定费。只要能帮我卖50万，我再多点钱也无所谓。好歹这也是一块龙洋。哎呀，像你这种心态的人啊，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。我来跟你说一下这块银元啊，它这个是属于一照币。一照币啊，就是在民国那时候啊，我们个人通过想象，联合造币厂做出来的银元，也就是说不属于流通货币。你搁现在来说，发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藏，所以市面上大家都没有见过，加上它也没什么面值。你即使拿出去消费啊，在当时也没人要，所以综合当时这么一个银本位的背景下，一照币它的铸造量并不是太大，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购买，所以你这个一照类啊，它这个存世量也不是太多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。量少的意思就是值钱。对，本身带笼的银元就比较少见。你说的也正好相反，军阀币里边其实有一个原像飞龙。那个版的正面就是一条飞龙，属于袁世凯头像里边最贵的。因为一照币它不比军阀币，因为军阀币啊被大家认可，一照币玩的人不多，再加上你这个银元，我看并不开门，币面各方面压力并不太足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太软了。其实一照币它也是正规造币厂做出来的东西，千不改万不改，你就是放个几十年也不至于说压力还有包浆，它是这样的不堪检验啊。说实话，你的鉴定结果，我是各种不服。能吹响那都是真银元。专家都鉴定了。有50万，你还说假？你这表示不服气，我也没办法，咱俩也不抬杠。我说假，也没否定它不是银的，只不过各方面看着不倒带而已。跟你说了那么多，其实我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的。本身2000块钱都已经打水漂了，你再幻想着去卖几十万。只会让你这个口袋里边的钱啊越掉越多，东西还是你的，你千万可别为了这块币再多花冤枉钱了。算了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的鉴定结果。我还得找专家老老实卖我的50万去。好吧，慎重啊，兄弟。老板，你看我这个银元能值几个钱？够不够买一个手机的？如果不够的话，买个电话手表也行啊。你这块银元还不是一般的银元啊 ，XF45分的造币中厂，币面是老味道、老包浆。我这一看啊，这都不是你这个年龄段玩的东西啊，
这肯定是男的爸妈的吧？你还真是没猜对，这是老爷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昨天才给我的。可是我最喜欢手机和电话手表的，我同学都有，我没有，我感觉我就落后了，所以我要卖了去买一个。哎呀，小朋友，你这年龄不大，但是你这攀比心理挺强的，好的不学，专门往坏的习惯上靠，这可不是一个好孩子该有的态度啊！你这年龄还小，经常玩手机啊，眼睛容易近视，有时候大人看不住是吧？自控力又差，再加上玩游戏的这个劣习，说实话那就麻烦了。明明是你想歪了，还说我玩手机不好。你咋不说我学习的时候咋有一些数学题不会啊？看看网上老师的讲解，我密码都学会了呢。你说的很对，手机有时候也是学习工具，如果遇到有不会的题啊，完全可以通过网上教学来自学。但是现在有很多学生啊，自控力很差，面对五花八门的其他游戏的 APP 啊，大多都是以玩为主，真正用来学习的是少之又少。我就要准备换个手机好好学习呢。我从来不玩什么游戏，反正这个银元是老爷给我的。你看这个卖了能换电话手表也成啊。你这一会儿要买手机的，这一会儿又要买电话手表，再是你姥爷给你的银元，你也不能说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一般像这么贵重的银元啊，你应该给你爸妈商量一下，征求一下他们的这个意见。如果你真的需要，说不定他们就立马就买给你了。我爸妈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平时都用我爷的手机来联系他们，这不是联系他们方便，他们也支持我买一个新手机。原来你这是属于留守儿童，自己有个手机确实和父母联系起来挺方便的，关键是你不懂银元的价值，你来卖的话容易卖亏。建议你啊，还是让你爷或者是你姥爷来变现吧。老板，你看墨迹了，我都看好一款电话手表了，上面功能挺全的，人家老板又不认识银元，要不是现在我都在手上了。懂银元的确实是不多，一般人肯定不会拿银元去跟你换手机啊，换电话手表啊。你卖东西也不能着急，我来跟你说一下你这块银元啊，这个可是一块造币种厂，而且都已经评级入公博的盒子，给分是 XF45分。一般造种带分的价格都不便宜，给分就意味着状态不会差。首先你来看一下它这壁面的包浆，这可都是一眼开门的老味道。它这个包浆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字面上，龙鳞这一面包浆你看恰到好处，龙阳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龙鳞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，字口也算是全身打，标准的一块味道造种。就目前这个市场价而言啊，1万大几的东西能买这个10几个电话手表，最好的苹果手机啊，同时也能买3个。我就要一个就行了，你能帮我换一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吗？我太喜欢苹果手机了，没想到我也有新款手机了。你这主要是年龄太小，一听说能买3个最新款手机，你这只要一部啊，这很明显是吃大亏了。我不怕吃亏，一个就行了。你给我3个也没用啊，帮忙吧。你这忙我还真帮不了，你姥爷送给你的这块银元啊，可不是让你买手机的，而且你也不会算账，一听说能买新款的手机，你都6神无主了。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我就没收你的银元，要么你拿回去交给你的父母。那算了，我还是拿回家吧，你这没收了我啥也没有了。你先别急，等会儿啊，把你爷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我这边让你爷过来亲自拿。